Hello， 大家好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餐厅呢，是一家日意结合的创哎，坏啊！咋了？往家油了，那咋办？那咱甭去了。那你别干了。但是今天的车不用油也能开。刚才跟大家开个玩笑啊，今天主要想试试屌爸子新提这个拿铁味。不叫拿铁味，它叫魏牌拿铁 DHT PHEV。你这车门跟高达似的。那是开起来行驶质感还特别好，而且这加油贼猛。你看啊，耶呦呵，慢点，加速适快，这推背感，续航怎样？这续航还挺爽的。这个纯电就能跑180多公里，然后滚动的话能跑1000多公里呢。家伙，续航这么长。不过你别说，你这车后排也挺宽敞的，我这显得我坐在车里巨娇小，而且内饰也不错，真不错。赶紧开吧，一会儿迟到了。因为路途遥远啊，一路开了50多公里，到了店门口呢，天都暗下来了。这家餐厅啊，叫做 Amico 北京，位于三里屯附近的盈科中心1层。预定的话呢，跟大部分餐厅一样，都是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预定，每位定金是500块钱。进入餐厅呢，门口摆着的是特别漂亮的鲜花，整体装修还不错。但因为我们预定的是包间啊，感觉他们这个包间整体是以黑色为主的工业风装修风格，甚至呢，它还有回音。套餐的话，它总共分为3个档，我们点的呢是最贵的1680元一位，另外再收取10%的服务费，并且他们家包间呢有消费的额外要求，小包间需要达到5000元，中包间要8000元，大包间要16000。落座后呢，先是上了一份餐前面包，圆的是洋葱包，这个比较粗的长条形面包啊，说是用木薯粉搭配2种不同的奶酪制成的面包，然后就是这面包棍儿非常的脆，使用的是香葱、洋葱熬制成的这个葱油制作而成的。下边还有2种，这圆形的呢也是使用香葱、洋葱熬制成的葱油制作的。最后这个呢是使用番茄和橄榄做的这种意大利传统的福卡夏面包，类似于披萨底。配合这面包的酱汁呢有3种啊，最左边这个是陈年的意大利黑醋，上面浇的汁儿是店家自己做的黑橄榄油，中间的这个呢是新鲜番茄熬制的番茄酱，里边还加入了罗勒来增加整体的味道和风味。这个就特别有意大利的风格，蘸着面包吃有点像吃披萨。然后右边这个是发酵了3个月的青豆打碎啊，与黄油混合制造成的豆子黄油，这个我吃呢豆子味并不浓，但是口感还不错。意大利黑醋这个就不说了，我觉得不是特好吃。吃完餐前面包就是前菜，金枪鱼塔塔樱花虾面包片，它这个鱼肉呢用的是金枪鱼的中腹，然后搭配日式比较淡口的酱油进行调味的，上面撒的这个是大阪的五色芝麻，还有炸过的樱花虾，最上面这个黑色细条状的呢是海苔碎，这个吃进嘴里说实话真的挺一般的，可能是味道太淡了吧。对于我这种一餐吃的比较少的人啊，真没觉得哪儿好吃。第2道前菜呢是发酵大竹夹鱼配黑橄榄酱，说实话它这个摆盘啊挺抽象的，我是没有看出来任何的美感。它这个大竹夹鱼呢先是经过熟成的，鱼肉软绵嫩而不散，它这个确实鱼肉做的非常的 OK， 再搭配上这个黑橄榄泥，微酸带一点咸，如果闭着眼吃味道还不错，但是它这个卖相确实是会让我浮想联翩啊。接下来呢就是第3道前菜，扇贝海鲜薄片鱼子酱还有海鲜泡沫，最底下这个白色的条状物呢是将扇贝低温后打碎，最终在冰水里冷却后制出来的形态，口感有点像奶冻，但没什么味道。搭配上面的鱼子酱和底下绿色的这个紫苏酱汁一起吃啊，对我个人而言真没有觉得哪儿好吃。然后上面这个黄色脆片呢是扇贝柱打碎后枪煎而成的，这个倒还挺酥的，味道有点像小鱼干，再搭配旁边柚子醋打成的白色泡沫一起吃呢还可以。说实话这3道前菜吃的我有点痛苦，在这儿呢我想多啰嗦一句，其实吃美食这东西挺看心情的，我其实是抱着特别期待的心情来，结果这3道前菜邦邦邦的 combo 让我吃的有点 emo。间隔了大概5到10分钟，上了第4道油封鸭腿肉配冬瓜，最顶层的这个是烤过的鸭皮，下面这个棕色圆形的就是鸭腿肉卷，肉卷下边呢垫了3片水萝卜片，然后最下边底托是一块圆形的冬瓜，冬瓜是经过与鸭肉和鸭骨一起炖煮过的。同样的这道菜没什么卖相，但是呢
它这个鸭肉做的是真不错，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香到什么地步呢？有点不舍得咽，再加上最下边这个炖煮过的冬瓜，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接下来呢就是第5道奶酪焗口蘑，最上面这一团呢是风干的金针菇，下边垫着的呢是一片炙烤过的微微融化的马苏里拉芝士，芝士下边是一整个口蘑，他把这个口蘑掏空了，里边加入了蓝黄鸡蛋的蛋黄，还有黑松露，以及店家自己制作的这个蘑菇酱。这个说实话卖相也就那么回事吧，但一口搁进嘴里啊，它这个味道还是非常浓郁的，满满蘑菇的浓香，加上芝士的奶香，直接充满口腔，再加上它这个蛋黄的味道，还有它这个风干的金针菇，它这个味道合在一起，起到了1+1大于2的感觉，整体味道呢也还不错。接下来呢是汤食，低温慢烤的番茄配雪燕，旁边是番茄冷汤。番茄的话呢，据说选用的是新疆的利菲蜜，甜度较高。然后番茄经过2道的工序处理，先蒸再烤，蒸出部分的这个番茄汁呢，用来做这个旁边的清汤，再放入烤箱进行低温烘烤，浓缩其中的甜味。最上面啫喱状的呢，是一种植物提取物啊，雪燕，它这个性状有点类似于桃胶。这个番茄感觉处理的确实费功夫了，吃进嘴里，番茄的味道特别浓郁，而且特别甜。我特意问了一下服务人员，确认了他这里边加没加过糖，他肯定的说没加过糖啊，那这确实做得非常的可以。旁边的番茄清汤呢也是非常的爽口，番茄味很浓，可以看出来啊，一餐里主打的就是番茄。接下来呢是主食，意式手工鲜宽面配海胆，意大利菜绝对不会缺席的就是意面。这一道呢是手工的意式宽面，揉面的过程加入了蓝黄鸡蛋的蛋黄，没有用水，因此会比较筋道。这酱汁里呢加入了大连的紫海胆，最上面的海胆说是用的日本马粪海胆，旁边黄色的脆片是使用奶酪和这个山葵叶制成的。本来低落的心情，这个意面直接给我拯救了，确实是口感还有味道都超出了我的预期，显得这个日本马粪海胆呢毫无存在感。接下来就是主菜，低温慢煮的犬牙鱼，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银鳕鱼。它这个摆盘给我感觉是像那种在大海里浮潜，看着那些海草的感觉，绿绿红红的。最上面的配菜是炸过的石螺草和用橄榄油浸泡过的海藻。犬牙鱼呢油脂感非常的丰富，他家用这个低温慢煮的方式呢，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它的口感，软嫩的同时很有质感。上面搭配了2种酱汁，浇在鱼肉上面的呢是用海藻还有各种贝壳熬制的抽汁啊，然后旁边白色的3个点是用山葵和美乃滋制成的，最下边垫着这大片的绿色叶子呢是羽衣甘蓝。调味整体呢中规中矩，但是海的味道很浓郁，喜欢海鲜的话可能会喜欢。最后一个主菜呢就是澳洲罗宾岛的 M9 加和牛，选用的呢是牛里脊的部位。据说呀，它这个牛肉是经过了清酒酒曲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发酵，吃起来会有微微酒香的味道，但是因为我可能在吃的过程中也在喝酒，所以酒香味并没吃出来。底下是使用的这个黑松露做的黑松露酱汁，并且搭配海盐啊。配菜一共是3种，最顶部的这个脆片是炸过的昆布，绿色的呢是蒜香的羽衣甘蓝，还有白色的是使用金针菇和杏鲍菇做成的油封酸蘑菇，说是解腻用。这个牛肉不得不说，要没有它的话，我对这家店的印象肯定会贼差，但是它拯救了这家店给我的印象。虽然牛的等级很高，但因为是牛里脊的部位，再加上它处理的好，一点都不腻的同时，肉香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口感绝了，非常的软嫩多汁，一点都不干，感觉可以排在我这辈子吃过菲力里边的前3了，以至于我没有搭任何配菜，光蘸着它的黑松露酱汁还有海盐，2-3口就吃完了，确实很好吃。最后就是甜品环节，摆盘依旧非常的不花里胡哨，左边白色的呢是使用青柠和这个荔枝做的雪帕，上面撒了一点黑胡椒来增加整体层次感，然后右边这白色的使用的是山药做成的山药泥，其中还混合了燃烧过的白兰地。最上面这个珊瑚一样的脆片呢是使用番茄制成的，雪帕的果香配合山药泥的绵密口感，再加上番茄脆片的调味，整体味道还可以。最后一道甜品呢，依旧摆盘对于我的审美而言看不出任何的美感。最顶部的这个是香草冰激凌，香草冰激凌下边黑色的呢是黑花栗子做成的松糕，中间有烤过的红薯碎，然后旁边这个白色的酱汁是使用马斯卡彭奶酪做成的，红色和白色的茶豆呢分别使用红茶跟绿茶做的，最上面仨黑点也是使用的黑花栗子做的。黑化呢可以理解成发酵，这玩意儿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冰激凌下边铺着的黑花栗子做成的松糕，真的蓬松感空气感拉满，口感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栗子味过于清淡了。最后就是评分环节啊，
外面的环境4分，包间的环境我觉得最多3分，所以总体3星半。服务还是不错的，小哥非常的专业，对食材的讲解还有给我们换盘续酒都是非常的及时到位，4星半。食材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中规中矩，没有特别亮眼的，也没有不行的，4星。出品的话呢，我想了很久，最终我觉得最多给3星，全靠牛排还有意面，再加上它这个摆盘实在是不符合我个人的审美，所以我觉得3星确实最多了。性价比的话，对我个人而言也是3星吧，这个我感觉还是因人而异，可能是意大利菜确实不符合我的口味，所以呢，以上评价都是我个人主观的评价，大家仅供参考。最后做总结的话呢，就是喜欢意大利菜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试试。如果要是没吃过意大利菜或者不是特感冒的话，又想来尝，那千万不要抱着很高的期待来吃，这样可能就不会像我似的这么 emo。最后再说一下屌爸的这个新诺价啊，魏牌拿铁 DHT PHEV。这车给我印象确实不错，当时回家路上听着它这个烟飞利士的音响啊，灯条还会跟着音乐闪烁，特别有感觉。车里呢也几乎听不到什么噪音，到家一看啊，这来回100多公里，电量还剩了小一半，并且这整车给我一个很智能的感觉，比如这抬头显，还有这大触摸屏中控，还能高速上打转向自动变道，以及各种安全系统等等。甚至我觉得最舒服的一个就是这360度摄像头，不管你倒车入库还是干嘛啊，都能让驾驶更轻松。最关键是什么呢？大家老说买车容易养车难，据屌爸子说，就他这车用纯电模式1个月下来，比那种油车能省出一大螃蟹钱来，给我整的都心动了。OK 啊，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